别说我们交，你往那边交去。2022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换个房子。之前租的房子离单位有点远，总是迟到，而且还是7楼。每天下班累了一天还要爬楼，可是既离单位近，价格又便宜的房子真的好难找。但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我，还是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最终以每月不到500的价格租下了一套。没办法，既想离单位近，又没有足够的钱，就只能租毛坯了。打算用4108块5毛进行装修改造，这样算下来，我1年就可以省下1万块钱房租。大概看了一下，墙上的工程开关和插座都能用，所以电路不用改，墙面也很平整，没有灰，也不用刷，只需要简单处理一下地面和卫生间，就能自己做防水。考虑到不能影响房东后期装修，下水管必须留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得打一层较高的垫层，再加上物业规定需要48小时的避水实验，最终决定这部分钱还是不要省了，找工人来做保险一些。水泥沙子家纺还没干嘛就已经花了4分钟，工人说需要2个瓷砖条，机智的我到装修垃圾清运点找了几块，还碰到热心的物业大叔硬要帮我拿，怪不好意思的，还带着我到楼上找正在铺砖的工人帮忙切割成条，疯狂给物业大叔点赞。垫层打完了，足足有8公分，要等干了以后再刷防水涂料，然后就能做避水实验了。不管是自己的房子还是租来的房子，防水都是安居的第一步，大家一定要重视哦。卫生间地面弄好了，把下水口堵住来做避水实验。因为还没做水电，没办法接水，只好问邻居家接了2桶。物业客服又来巡查了。明天、后天这个时间咱们去看，因为他家也抓呀，刚办了装修手续也抓呀。放进去就看看有没有饮水，没饮水的话，我们一块儿水，你们就上面你们想咋弄就可以咋弄了。趁着做避水实验的这2天，赶紧把地面处理了。可是这也太脏了，泥工干完活也不给打扫，只好找同事来帮忙。我又到装修垃圾店寻宝来了，找几个麻袋回去装垃圾，哈哈，捡到宝了！这个袋子里全是袋子，开心，把它们都拿回去。先把剩下的水泥和沙子分开装，留着以后说不定还能用。毕竟预算有限，钱要花的仔细些。很多人评论说不相信房租这么便宜，确实，怎么说呢？房子是我一个老乡的，刚交房没几个月，什么都没弄，所以便宜租给我了，算是帮他交个物业取暖费。反正空着也是空着，然后我自己再怎么简单装一下，也得大几千，甚至更多。换了别的房东，说不定1万都不愿意往外租。毕竟新鲜的房子，搁谁不担心。所以要感谢我房东老乡的信任与支持。终于打扫完了，本仙女的头发也染成了高级灰。特别感谢我的2位同事牺牲了午休时间过来帮忙。在外打拼的这几年，每次搬家都多亏朋友们的帮忙，感谢你们。加固需要接水，就请物业帮忙过来接个临时水管。工程师傅看了一下卫生间这个接口不好接，最后把水管接到了厨房。有了水就方便多了。先把固化剂和水1比1兑好，它的作用是加固地面沙尘，防止起灰。正要动手，从网上买的热水器到了，检查一下没有磕碰，体积小了点，但是也够用了。现在开始上地固，先用瓢撒到地面上，再赶紧用扫帚均匀扫开。这个加固剂是我从网上做了很多攻略，最终选择的。商家说我这么大面积只要2桶就足够，可是这才刚弄了1间卧室，就只剩下1桶。果然好用的工具可以事半功倍，剩的1桶把其余的屋子弄完刚刚好。也不知道这200块钱的4楼下租的毛坯房，挑战4000块钱进行装修改造。之前的房子没剩几天就到期了，再不加快速度的话，就真的要露宿街头了。所以只好放弃休息时间，起个大早，先把买回来的洗菜池组装起来。因为还没想好厨房怎么布置，而且平时都在公司食堂吃，所以暂时有它就足够用了。安好了，看下效果没？紧接着又到旁边店里淘了个特价马桶，据卖家说这是个老式的直冲式马桶，冲水的时候噪音有点大，管它呢，便宜就新装房带的洗手台。今天正好去看一下，看完还不错，果断收了它。忙碌了1天，回到家已是晚上了。在忙碌的日子里找欢喜，在喜欢的事情上做努力，加油吧，打工人！师傅今日开工，可没想到一开始就给我出了难题，需要1小节25管。这不，我拿着师傅给掐好的量，又跑到装修垃圾点来了。放眼望去，咋都是砖呀！正当我以为要空手而归时，一根黄色的东西好像在向我招手，拽出来一看，正好能卡住，赶紧拿回去让师傅看看是不是他要的。师傅，你要看？对，你在这里。
这边刚安顿好水电师傅，安热水器的师傅又来了。两位师傅经过一番沟通后，很快便安装完了。紧接着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由于买闲置的时候光想着便宜了，完全没考虑安装问题，结果 BBQ 了，靠不住墙，需要裁一部分。没办法，为了节省时间，只好本仙女亲自上手了，跟物业借来了切割机。事后想想还挺害怕的，确实有些危险，大家不要轻易模仿。没想到本仙女这个鬼样子，好在没给师傅帮倒忙，一次就安装成功。这边的房子还没来得及弄好，之前的房子终究还是到期了，只能先都堆放到一个屋里，慢慢再收拾。原本没打算雇搬家公司，可最近既要上班又要装修，实在是累得搬不动了，索性花200大洋买个省时省力。正如今年香奈儿的广告语所说，如果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做的，那就加班完了换几个亮一点的灯泡，这样晚上下了班也能来干活。这是公司一个姐特意给我拿来的他家装修剩的节能灯。这段时间自己一个人完成了好多之前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第一次切木头，第一次磨水泥，第一次组装，第一次登高。然后发现人的潜能总是在不断的锻炼与尝试中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很多事情只有你去尝试了才知道原来你可以。那个床垫今天去提的时候当场崩溃，先是电梯装不下，扶梯又不好往下抬，3个人费了老半天劲才从7楼连滚带爬的弄下来，然后叫的货车差点没塞进去，又费了老大劲。好在家里的电梯没掉链子，很给面，完美装下，否则我在路上就已经想好了，家里电梯如果也进不去，我就扔了算了。床垫也有了，接下来就开始软装了。地面上完固化剂后，一直心存担忧，毕竟地面不像铺完砖那么光滑平整，怕住进来之后不好清扫。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做自流平水泥。虽然别人都劝我用地板革或者二手木地板，可我还是想保留毛坯风。驱动性对比一圈下来，选择了一家年轻夫妇开的店，他们人特别好，不仅免费送货上门，还示范教我如何施工。按照他的方法，我感觉太稠了，既费工又费料，我感觉应该稀一些才对。有了上次弄固化剂的教训，这次必须先把工具整利索了。去五金店买了消泡滚筒，用剩的水管做了长手柄，拼夕夕5块钱买的搅拌头接在手电钻上，一个搅拌器就做好啦。最后穿个一次性雨衣开工，把水泥抱到卫生间里进行操作，省得弄得哪哪都是。先把水泥舀桶里，再往里加水，由于拿捏不准配比，所以就跟和面似的，反复稀了加料，稠了加水。因为不确定自制搅拌机动力够不够，所以就1小桶1小桶的弄。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还是稠了，根本不像网上看的那样可以自己流开，还是得靠刮板和抹刀涂抹均匀。第2桶稀是稀了，还是不流动，可能因为地面本身就是平的。跟物业借来了铲雪锹来代替推满道，简直省时又省力，再次被自己的才智所折服。最后用本仙女加持过的消泡滚筒进行消泡处理，防止开裂。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只能做一公司楼下租的毛坯房，挑战4000块钱进行装修改造。今天继续做自流平。有了昨天的实践经验，我发现先在桶里接水，然后再把水泥慢慢倒入水中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这样的话，用搅拌机轻轻一搅就搅匀了，一点都不结块，而且一定要越稀越好施工，但又不可以太稀，否则干燥后强度不够，容易起灰。先把搅拌好的水泥倒在地面上，再用工具把水泥摊铺均匀。推荐你们都去找一个这样的铲雪锹，简直就是自流平施工神器。等自然流开后，用消泡滚筒来回滚动，放出其中的气体，防止起泡开裂，尤其是前后2次的衔接处。几个回合下来，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操作步骤，效率也越来越高，很快就把整个屋子都弄完了。给大家看一下整体施工后的效果吧。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为今天的挑战画上句号吧。毛坯房挑战4000块钱装修改造。今天来看了下自流平水泥干了之后的效果。如你们所言，我翻车了，平整度是达到了我个人预期。可颜色为什么偏白呀？而且还不均匀，可能是施工时每一桶的稠度都不同导致的。总之颜色我不满意，我想要那种水泥灰。然后就突发奇想，是不是在上面涂一层水泥就可以了？于是我就拿出了之前剩下的水泥，因为不想把地面弄厚，只想上个色，所以就弄得特别稀，然后用滚子一顿刷。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蹦出来这样一种解决方法。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
水泥根本没有粘到地面上，像是撒了一层水泥粉末。又翻车了，真是心累，能咋办？倒了呗，自己埋下的雷，跪着也要开完。可是怎么扫也扫不干净，我真后悔为啥不先涂一小块试试。既然扫不干净，那就拖呗，大概拖了4、5遍吧，才勉强拖干净，越拖越生气。终于在上一期自流平水泥环节翻了车，不管什么原因吧，还是得继续。为了达到我想要的颜色和不起灰的目的，最终选择了灰色地平漆。毫不夸张地说，光是弄开这些个桶就耗费了我半个多小时。这一系列操作，本仙女自己都震惊，嘿嘿，女孩子不需要男朋友。不过这一大桶确实挺沉的，还是倒在小桶里吧。话不多说，开始干活吧。刷漆的感觉也很治愈呢，这可比自流平水泥简单多了，以至于太过放飞自我，连滚筒也废了。换个滚筒继续刷，刷完大面处再用小刷子填补一下缝隙。刷着刷着我累了，来首音乐放松一下吧。很多人评论说，租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装修？因为我与房东达成了长期租的约定，所以我不仅要装修，而且还要用心的装。毕竟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租房不丢人，租毛坯也不丢人，起码住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你想啊，下班回来看到自己的房间是多么的治愈。硬装暂且告一段落，我们上周末淘了几件免费的旧家具，趁着地平漆亮味这几天正好改造。特别喜欢这种老式家具，改造一下一定别有味道。回的路上还捡了2根洗手盆立柱，看到它的第一眼，我便想好了它的用处。今天先改沙发，实在是太脏了，忍不住想拆开好好清理一下。谁知越拆越想拆，根本停不下来，直到它变成一个无法收场的悲剧。我继续来霍这个大的，这次不敢瞎拆了，乖乖用抹布擦干净，不放过每一个角落。这也太脏了，它原来的主人一定很爱嗑瓜子。用万能胶把能粘的地方先粘好，翻过来把4条腿拆下来，再用钉枪把开了的地方钉上，然后给它换上新的沙发腿。之前租的房也改过一个皮沙发，正好剩了些皮还能用，量好尺寸准备给它粘上。粘之前先把起皮的地方撕掉，然后一点一点的粘，撕一点粘一点，这样不容易皱。扶手上面全是猫抓的痕迹，干脆把它也粘了，变成一个纯黑沙发。自粘皮放的有些久了，有些地方粘性不太好，用钉枪加固一下。你们猜这个立柱我要把它改造成什么样？嘿嘿，是不是还可以？网上买了传说中养不好就上了天堂的天堂鸟，希望在仙女的庇护下它能健康长寿。家里到处散发着地平漆的味道，呛得头疼。今天无意中发现原来窗户有内导，大同这几天风大的我都不敢开窗晾味儿，这下方便多了。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改造成果吧。好了，我这个车子400多块这么换的，不要换了。挑战4000装修毛坯房，差个床基本就能入住了。从网上定制了这样的床架子，物流师傅说这400多花的有点冤，他们仓库随处可见这种托盘。我只能说相识恨晚。网上卖的标准高度都是10几公分的，感觉有点低，往床上一躺就变成一个稀土机器，所以定制了25公分的。卖家说出厂的时候只做轻微处理，毛刺可能会有点多。果不其然，上来就扎了我一下，还是戴上手套吧。自己用砂纸精细的打磨一遍，我可不想以后每天被扎。打磨下来的木屑一扫满屋飞扬，所以我自信的用了吸尘器，结果吸尘器电机被烧了。差点忘了今天的主角是床，打磨后再刷上一层木蜡油美化一下，同时还能防水防污。中间放床垫的部分就不刷了，省油。中午没刷完，晚上下班又来接着刷，我可太努力了。干了之后放上床垫看下效果吧。铺大堂的这些玻璃我物色好几天了，也不知道还要不要了，咱也不敢问。今天终于没有忍住问了楼管，说是厂家更换下来的瑕疵品。我厚着脸皮让楼管帮我要了一块，打算做个床头柜。晚上下班说整就整，好派上了用场。之前剩的水泥没有扔，真是明智的选择。也不知道我这是从哪儿偷学的5毛钱手艺，每落一层我的心就跟着揪一下，还好没塌。放上玻璃看下效果，什么鬼？这也太丑了吧！要么拆掉一层，给上面抹一层水泥，会不会好一些？看看我这5毛钱的手艺怎么样？第2天干了之后又来看了一下，依然很丑。不死心的我决定给它4周围全部抹上水泥。别说这粗犷的风格，难道不是美学的最高境界侘寂风吗？所以说艺术这个东西，只有懂你的人能看懂。里边也都抹上吧。
我好像自制了2块空心砖。这次再看一下，突然有了新的想法。那天淘回来个柜子，缺了一扇门，干脆把另一扇门也给它拆下来，用它来做床头柜，应该会比玻璃效果好一些。柜门太长了，需要锯掉一截。第一次把尺寸搞错了，所以又锯了第2次。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工具，剪视频的时候发现，锯的时候地都在震动。好啦，最后给边缘涂上颜色相近的木蜡油，看下最终效果吧。现在负2层的装修垃圾清运点已经成为我每天必逛的地方。今天又发现一个好东西，像是一块木板，检查一下别是石膏板就白费力气了。确认是木板没错，拿回去买几个零件看看下。上期视频捡了一块这样的板子，在评论区得知是一扇双饰面柜门，拿回来先把这些像胶一样的东西铲掉，打算把它挂到墙上做置物架。目前的话，房子已经可以入住了，4000装修毛坯房算是挑战成功，其他的等入住后再慢慢添置，尽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为了避免之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打孔之前已经征得房东姐姐的同意。打完孔用膨胀螺丝把三脚架固定在墙上，最后把板子放上来，用螺丝拧紧。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废弃物品，巧妙利用后也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用途。好了，看下最终效果吧。这个板子是上次和沙发一起搬回来的，今天用它来改造一个餐桌。先把4条桌腿安上，看到别的博主花60块钱买的这个桌腿，我不开心了。毕竟我当时搜遍了全网都没有找着低于100的，只能安慰自己一分价钱一分货吧。这种螺丝状的脚垫除了保护地面，还能调节4个脚的高度，不错。桌腿安完了，桌面这个颜色咋看咋不喜欢，决定把外面的漆刮掉。然而我发现它并不是漆，像是一层塑料，下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应该是石膏。我的天，这板子贼重，我还以为是实木的呢。最终它在打磨机的打磨下现出了原形，原来是用锯末压的渣渣板。又是翻车的一天，先这么着吧，之后淘到实木板再更换。打磨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机器没电了，我也累了，直接上木蜡油结束今天的改造吧。一起来看下效果。点了一块这样的木板，从表面的刀痕判断应该是块切菜板，用水狠狠地清洗了几遍后，放在阳光下进行高温杀毒。今天用它来做什么呢？先卖个关子，用铅笔画出我想要的形状，沿着线把边边锯掉。由于木板太厚，手上力气又不够，足足锯了半个多小时。再画一个轮廓出来，沿着线用打磨机旋一个凹槽，如果有刻刀的话，挖深一点一定会更好看。这木板一看就有些年头了，好多裂缝，填上锯末，灌上胶水，再用砂纸把边边角角全部打磨一遍，这样一个小茶盘就基本做好了。最后薄薄的上一层木蜡油，看下效果。有人说买房买东不买西，可我却爱极了西湖午后的阳光。大同的天气逐渐变暖，小区里的花草也开始有颜色了。可惜今天不是来欣赏美景的，是来干活的。由于快递停运，网上买的东西都回不来，所以最近更新比较慢。昨天抬回来一个免费的小桌子，今天的身脏衣服，索性搬到装修垃圾点来打磨。因为在家里打磨灰尘实在是太大了，每次我都清理到怀疑人生。正当我为仙女的机智暗自高兴时，没电了，无奈的我又抬回家里，用脱漆剂继续除漆。好在起泡后用铲子一下就除掉了，只不过和打磨后完全是2个颜色，我不得不再抬下去打磨成一样的颜色。早知道我就不费打磨的劲儿了，直接用脱漆剂多省事儿。我真的再也不想打磨了，还好没有翻车，涂上木蜡油，妥妥的中古风。看下最终效果吧。我想说，其实在第6期的时候已经装完，好像是有些敷衍哦。当初只想着够洗个水果，能煮个方便面就行了，忘记考虑锅碗瓢盆往哪放了。
那今天就来挑战一下100元内给我的毛坯房装个橱柜吧。这些都是捡来的边角料，先裁切出合适的尺寸，再一块块刷成白色，因为我喜欢的厨房是白色的。买了50块红砖用来砌柜体，瓦工丘再一次上线。你在干什么？接下来忘了摁开始，没录上。总之砌完是这个样子。第2天晾干后用乳胶漆刷白，别问哪来的乳胶漆，这都不要钱，你弄就行了。高度是多少你知道吗？楼顶你帮他加个班。出去买围帘的时候，碰巧老板娘也在风里住着，得知我自己装修，硬是不收我钱，怕我不会安装，还热情的帮我上门安装好。实在是太感谢了，在老板娘的热情帮助下，我的橱柜只花了40元。一起看下效果吧。最近你们的快递都有动静了吗？这是我从网上买的餐厅灯，由于口罩原因，终于坎坷到家。这是一个莲花造型的吊灯，当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被它晶莹剔透的玻璃外表所吸引。没想到买灯送安装这项服务竟让我措手不及，因为我压根没想好具体的安装位置，那就先让师傅安在工程灯口的位置吧。灯线长度就先不动了，方便我后面自己做调整。看到如此的造型，准备一个定滑轮，为了搭配金色灯线，把它也涂成金色。第2天找来物业小哥帮忙打孔，看到我在拍视频，小哥有些不好意思，但使命。接着金色的定滑轮省力又费具的完成了他的使命，然后没费吹灰之力的我也完成了最后的安装，看下效果吧。今天捡了一块砖角木板，确切的说是要开始谋划要自己搭建一个吧台。废弃的轻质砖被我搬回了家，先垒一个承重结构。很多人问墙面弄的什么材料，墙面我没装修，具体什么材料我也不太懂，只知道可以不用铲墙皮，直接刮腻子。有谁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知一下吗？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特别，也不掉灰，所以保留了它原始的样子。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没钱。用乳胶漆刷成跟橱柜一样的白色，然后开始处理台面。你以为我要弄转角吧台，其实它与转角并没有关系。把多出来的转角切掉，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挺费工具。又从楼下5金店买了把果木锯，没想到还挺好用，给木板打上孔就能安装台面了。显然砖上的孔先这么着吧，回头换几个长一点的螺丝。最后给台面刷上木漆漆，看来我的小吧台还缺个咖啡机。大家还记得这个柜子吗？上边的一扇柜门被我拿去做了一个你们都说丑的床头柜。今天我要正式对柜子下手了。柜体原本的颜色掉的差不多了，所以第一步要重新上个色。中间打算贴贴纸，就不刷了，省点漆，就都涂黑吧。但我始终无法释怀对这个复古花卉贴纸的喜爱。既然贴不成，那就画上去吧。接下来有请我的画手朋友来注入灵魂。你在干什么？记得吗？快2个月了，今天终于有时间捯饬它了。不想改变它原本的模样，干脆就在它复古的基础上改得更复古一些吧。先把残缺的玻璃拆掉，这装饰画也太有年代感了吧。把手也拆掉，换对新的。这个柜子之前应该被改过好多次颜色，因为我整整出了5遍漆，黄毯色的漆搭配原本的底漆并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第2遍调深了之后，瞬间有那味儿了。亚克力板加静电贴膜，是不是很像水波纹玻璃？又省了不少钱。安上去看一下，还不错。上
上次改造黑色立柜剩了一段把手，正好给它安上去，两侧换个蓝色的亚克力板。没想到我随意搭配的颜色反而更复古了。刷漆的时候把原来的图案盖住了，重新画上去，用砂纸打磨一下，涂点木蜡油，这样做旧的效果就出来了。最后安几个小配件。做餐厅凳，死松了，塞根木棍儿，一根不行就再塞一根。第二个横杆开了，小问题，一根自公司就可以搞定。第三个没坏，就是硌得慌，填个木片儿。这边也填一个，摸一下平了，最后给它们刷上新的木漆，一遍盖不住，干了之后再刷一遍。板凳面刷的黄檀色，板凳腿换成黑色。简单的构成个性的结合方式，营造出既实用又独特的风格。餐厅算是完工了，接下来给我的小吧台弄一对不一样的吧台椅吧。40块钱买的松木条，够坐2把椅子了。先把椅子腿组装好，没有技巧，成品想象发挥，随时有可能翻车。手电钻拧秃噜了，换个钻头继续。懒得提前打孔，就会是这样的后果。在手动和自动交替作业下，椅子腿可算弄好了。9块9的切菜板，拆掉提手，用来做椅子面。接下来需要把腿和面结合在一起，用铅笔标记好位置。由于板子太厚，如果从上往下钉的话，容易打偏，还容易开裂，所以选择从下往上钉，也就是先把钉子穿过木板，然后再把腿儿敲进钉子里。最后给侧面安2根横梁加固。没想到我成功坐上去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事实上，接下来才是椅子的精彩部分。给椅面中心开个孔，敲一个螺母进去。背面也按一个。把配套的螺丝杆杵在18块8的自行车座上，顺着螺母拧一拧，转一转，最后看下成品效果。我租的是3居室，一间做卧室，一间打算做工具间，还剩一间就做个衣帽间吧。捡了一个货架，把最上面一层拆掉，拆完之后上方空间变大了，正好可以挂衣服。一切和家里不搭的颜色都可以把它涂成黑色。10块钱买了几根原木棒，货架2侧是空心的，交叉着插2根木棍。看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我插木棍的意图了吧？2侧的支撑点缠一些麻绳做固定，一个简易衣架做好啦。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一个衣架怎么够用？找物业小哥哥帮忙打孔，再做一个吊顶的吧。膨胀钩挂墙，钢丝绳挂钩，树干套圈。吊顶衣架也做好了，放一块看一下。应该把左面的网高调一下，让2个衣架有个高低差会好看一些。家人们，好久没见。前段时间公司筹备举办了运动会，连着加了好多天班，根本腾不出时间弄房子，所以耽误了更新进度。先来做最后一间屋子的自流平。这间屋子搬家以来一直用来堆放行李，刻意留了2袋自流平水泥，等着最后来做。有了之前的经验，操作起来简直轻车熟路。先放水，再倒水泥，自制搅拌机再次登场。只不过这次味道不太对劲，还是手动搅拌吧，搅拌到能拉成一条线应该就可以了。参照和麻酱的原理，
地面先前已同其他房间一起做过加固处理，所以可以直接上自流平。没翻过个几回车，绝对练不出这么到位的蛤蟆功。这次弄完，我再也不用跟水泥打交道了。想到这里，我便超级有耐心的一点一点的弄，一道工序都不少。之前几次施工担心料不够，所以调得偏稀，导致干了之后颜色发白。实践证明，这次弄稠之后依然发白。不过历经之前的种种折腾，我已经妥协了。毕竟地平漆虽然可以刷成我想要的颜色，但是至今仍然有味道，而且不经磕碰，看看都被我造成啥样了。剩了些固化剂，自流平干了之后撒了2遍，没想到效果出乎意外，除了撒的花了些，颜色和硬度上都有了改变。屏幕前的你们请借鉴。好啦，最后一间屋子的地面就算处理完了，这间准备改造成工具间，正好这次运动会得了一辆露营推车，放在工具间再适合不过了。最后给大倩做的床头柜，每天都有人评论说丑，搞得我也越看越丑，那就重新做一个床头柜吧。从村里拉回来一个装粮食的老箱子，箱子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用木屑和502反复填补，补平后用砂纸打磨光滑。选一个天气好的日子，把箱子搬下楼，用园林师傅浇树的水管好好清洗一下。我选的是一个紧挨着下水井的地方，边冲洗边流下水。可是我这架势才刚展开，水管就被师傅庙回去了。当然了，小区的园林维护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又推着我的箱子继续寻找水管。这段时间小区里每天都有浇树的，找根水管不是什么难事，找个下水井更不是什么难事。来吧，继续冲洗。里面糊的报纸被水泡过，很好撕，虽然有点脏，但解压。处理完报纸，再用洗衣粉清洗一遍，最后冲洗干净，收拾残局，物归原位。箱子晾干后进行下一步改造，先把原来的田字水泥块扔掉，然后给箱子装一些金属小配件。其实这里出现了失误，不知道细心的你们发现了吗？可是钉子不够了，那就将错就错吧，毕竟有时候错版也弥足珍贵。最近做这些东西，在审美这个话题上引发了不少争议。我想说，审美无标准，我爱即高级。一起来看下效果吧。的床做个床头，10块钱买了一根原木棍，让卖家一切为2，然后就是要想办法把它们组装到一块儿。先给长木棒钻2个孔，找2个螺丝杆，拧一半进去，另一半给短木棒留着。对，就是这样，一圈一圈拧进去。组装好啦，侧面有2个孔，也要想办法处理一下。剪一根树枝，切2个原木片，去掉树皮大小刚刚好，用木工胶固定。最后当然要刷上万能的木蜡油。待晾干后就可以安放床头啦。所谓人有靠山，处世泰然，愿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够有照有靠。原来是找邻居帮忙把捡来的长木条切短了，这下可省了不少力气。今天来做个什么呢？这是捡来的床板，用水清洗干净晒干，简单上个颜色。晾干之后装几个配件，先把这些配件摆放在设计好的位置。
把我14块钱买的腿拆下来，说不定留着还有用。既然皮的不能用，布的不能用，那我自己做一个铁的好了。买了一些角钢，发货前让商家切割好尺寸，然后按照自己构思的样子进行组装。组装时用到的配件是这种三角垫片和 M6 短螺丝。设计第2层的初衷是想用来收纳物品，最后上下2层都组上横梁，沙发的主体结构就 OK 了。只多了一些木板，锯成沙发一样长，架在上面。可是木板几乎占满了整个凹槽，沙发垫容易跑偏，怎么办呢？灵机一动，往下移动了一格，完美解决。看到这里，估计又有网友要说了，这样不安全，容易磕着碰着。就是这些小角角，把它们安在每个角就好了。最后放上收纳箱，本来设计了4个收纳箱，为了节约成本，减了一个。下面的横梁很好的起到了滑轨的作用，看下效果吧。种毛坯房养成了一个习惯，能自己动手做，绝对不花钱买。今天给3小只做一个猫爬架，捡来的纸筒割一个圆形的门洞，捡来的木棍做一个小梯子，梯子外面全部缠上麻绳。然后想办法把梯子嫁接在纸筒上，先是在纸筒上开了2个孔，然后在接触点上涂上热熔胶，牢固性对直。之前买灯的包装桶没舍得扔，还真派上了用场。没有这么大的开孔器，那就用锉刀一点一点锉吧。锉了2个洞，把包装桶塞到底，底部用热熔胶固定。桶外面也都缠上麻绳，不要缠到底，留一小部分用来支撑第2层。再单独做一条长一点的腿，用隔壁老王装修剩下的木板头子做底座，锉个洞，涂上热熔胶固定。接下来开始做第2层，先标记好3条腿的位置，然后用锉刀锉3个孔，那是相当吻合。依然是捡来的旧灯罩，安在长腿上。最后3条腿露出的部分用麻绳缠绕固定。猫爬架做好了，去玩吧。很久的红酒箱正好可以用来做露营桌，把内饰清空，然后安上桌腿就可以了。4个桌腿是改造皮沙发的时候和沙发腿一起买的，虽然用来做露营桌稍稍有点高，但这是最简单易操作的方法了。箱底太薄，螺丝钉都冒了出来，擦一块泡沫板垫进去，轻松解决。自己做一个帐篷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我那么爱剪，做帐篷的材料还是能凑出来的。废弃木棍和废弃 PVC 管组合出帐篷的结构，这个可不是剪的。这是给我的自行车9.9块买的遮雨罩，一次没用过，或许用它来做帐篷才算真正的物尽其用。剪开雨罩的一个边作为门，用钉枪把不平整的地方钉一下，一个简易帐篷就做好了。最后再做一个氛围灯，2块钱的串灯随意放进玻璃罐中，搞定。其实露营很简单，只要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随处皆可露营。没想到我生活的城市也开启了静默状态，今天已是第5天。好在有小区群里物业们每天从早忙到晚的身影，保障我们的吃喝，才得以让我安心在这里剪视频。这一期开始改造卫生间，捡来的滑板可以做个纸巾架，清洗干净后刷2遍白漆，晾干后装2个小配件，上面一个手机架，下面一个纸巾架，有点单调，画点装饰上去。
好像又有点丑，算了，遮住不画了。网上找来现成的素材，打印在纸上，制图直接转印到滑板上。这里刷的是丙烯调和液，然后把纸贴上去，印花朝下，再放一张纸巾喷湿。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奇迹般的翻车了，印没印上去，抠又抠不下来。哎，出来改造总是要翻车的。涂一层滴胶做防水，就这样吧。滴胶自然晾干的话需要2天，在这期间我又把卫生间灯给拆了，打算用另一个捡来的灯罩做把灯口和灯罩粘得很牢，结果等了2天还是翻车了，一掰就开。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铁也是可以用手电钻打穿的。早说嘛，掉渣的地方可以交给自喷漆，可是在家里喷漆这件事是我草率了，空气净化器直接爆表，还是转移到楼道喷吧。为了晾味儿又等了2天，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我为啥更新这么慢了吧？这回用膨胀螺丝拧在一起，牢固多了。接下来电工球上线。生平第一次接电线，不太确定能不能亮，抱着忐忑的心试了一下，居然成功了。假期改造地面，可是网上买的材料都暂停运输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期盼早日解封。我就开始筹备做跑步机了，奈何制作材料都停在了半路，回不来，只回来一段法兰。情急之下决定就地取材。之前剩的 PVC 垫裁成20厘米宽，用来固定跑道外圈。虽然有些窄，但是没有办法，用热熔胶把 PVC 垫粘到法兰外侧，这样就完成了跑道雏形。上期改造的滑板就地取了轮，赋予它新的使命，和这个捡来的抽屉共同来完成跑步机底座。哦，对了，轮子的最大外距是20厘米，所以跑道只能做20厘米宽。试一下。似乎不太理想，可能是2组轮子离得太近，于是又拆下来往两边挪了挪。轮距拉远的话，跑道也得随之下沉。那就开槽吧。凿子不行就上钻子。再试一下。咋还不行呢？问题究竟出在跑道上还是出在底座上？我是无解了，所以临时决定修改方案。但是轮子里的轴承要拆下来承担新的事。给你们看一下，这些都是我平时捡的边角料，修改方案的材料还是能挑出来的。然后就是一顿操。以上操作都是为了安放这2个小轴承，中间的轴用的是家里闲置的不锈钢吸管，尺寸刚刚好，真是万幸。在原来的底座2侧钉了木板，用来支撑中心轴。此次改造可真是用尽了我毕生绝学和全部能用的家当，成败在此一举。哇，竟然成功了！赶紧把跑道内侧做完，小家伙们就能玩耍了。把魔术贴一面缝在地毯上，一面粘在法兰上，这样方便拆洗。做好了，他们会玩吗？然而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很快便暴露了安全问题。哎呀，等解封了再给你做一个好不好？去吧，哎呀，去吧。我的毛坯房终于有工具间了，拥有一面工具墙是每个女生的梦。疫情当下，唯有手动起来才能让心静下来。制作的过程非常解压，观看的过程一定也很解压。这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拼多多上买的比较实用的工具。这个剪刀之前做猫栅栏的时候就有人问过 ，PVD 一喜之家9块6一把。是做猫跑步机剩的魔术贴，5米才5块4 ，PDD 瑞丰纱窗诚信店。我买的钻头种类比较杂，你们需要哪种可以评论区问我。枪也是我改造时经常用到的 ，PDD 德利凯莱专卖店39一把。
具墙怎么能少了洞洞板呢？简单自制一下。开孔钻头我买了不下3种，这种最好用。这支15毫米的才2块多 ，PDD 俊拓旗舰店。围炉煮茶既然这么火，我当然也要做一期。为了对得起我10万粉丝的观看，咱这炭炉必须得不一样，高低不得剪个树桩。剪容易，去皮是真不容易。挖洞也不容易，也就挖了1星期吧。入住毛坯房本身没什么甲醛，可也经不起我总这么造作，每次打磨产生的木屑和各种油漆味也挺让人受不了的。跟我家猫借了2个奶粉罐，做个内炉，然后就可以起炭煮茶了。又是一顿烟雾缭绕。好在家里有个好帮手，这台352X86C 空气净化器，识别到空气污染会自动打开净化系统，清理干净后又会自动关闭。3层滤网结构，7重过滤，使用寿命更长更耐用。它还能去除各种异味和宠物浮毛，对于3猫家庭且有过敏性鼻炎的我来说，简直是福音。指示灯变绿了，证明空气被清理干净了，我可以安心喝茶了。没装修，所以我是用剪的，这些都能用。这张厚纸板正好可以做背板，手气真不错。一定要自己作画才更有意义，不会画就写，不会写就画，实在不行还可以用剪的。好多人问我住毛坯房卫生间怎么弄，今天呢就来讲一下我家的卫生间，给大家做个参考。因为租的房，所以呢没凿墙，不用走的这种引导，能冲马桶能洗脸就行。管件、材料费、安装费花了300，包括安马桶和这个洗脸池，找的是同小区的装修工。然后呢，这个洗脸池和上面的镜柜是他200块钱淘来的，原来是这样的，被我改成了黑色，又加了一根金色把手。然后这个挂毛巾的，不知道是谁家装修剩的铝扣管，我捡回来安了几个挂钩，这样毛巾就挨不着墙了。哦，对了，布水管的时候要预留热水器的接口，热水器呢一般都带淋浴，所以就不用单独再买淋浴。热水器花了280，还上门安装，还有洗衣机的接口也要留。我买了一个这样水龙头，一个口接洗衣机，另一个口可以洗拖把。洗衣机呢暂时没买，先用手洗吧，以后再说。到时候呢就放这，旁边是出水口。马桶呢也是200块钱买的，很老实的那种，声音超级大，而且还总堵。不过已经买了智能马桶，一会儿安装。有人说了，毛坯地面直接安马桶，房东以后铺完砖再安马桶就安不上了，所以呢，我就找了工人做了垫层，材料和工具总共花了800。后来呢，我又想，只加高马桶周围这一圈不就行了吗？倒是垫层坡度做得很大，出水也很快。淋浴区呢是花了90，买防水材料自己刷的。
现在山东码头到了。这就好，那边协商，转来。关键的。好的，关闭现在。打开灯。好的，打开现在。打开右圈。好的，打开右圈。码头的光伏地就造成了这样。本来打完电层是这样，因为弄上了深色油漆，看起来就很脏，所以就刷成了白色油漆。现在有点后悔了，好不耐烦。这些管道呢，我都没包隔音棉，只有白色也挺好看的。你如果嫌吵的话，可以包上。这些刷了防水的地方挺影响美观的，可以买一个浴帘遮住。30来块钱，然后也算是干湿分离的。门上的帘一定得安，之前一直没安，然后朋友来家里做客，上厕所的时候贼尴尬。虽然它挡不住声音，挡不住味儿，但是能挡住那颗尴尬的心。然后就没啥了。我记得我家卫生间花的最多，总共花了2200。上期视频有列具体清单，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区留言。下期见，拜拜。第一步，把你家茶几拿出来。第二步，给你家茶几捅个圆窟窿。第三步，去烤肉店借个火盆。第4步，约3两好友吃肉。第5步，用余火围炉煮茶。聚在一起便是团圆。从毛坯房搬出来后，大家都关心我有没有住的地方，非常感谢大家。目前已经找到住的地方啦，是朋友闲置的房子，1层，面积不大，套内50平米左右，不过够我和猫住的了。大件行李搬家公司随后给送来，我先带着猫过来熟悉熟悉新环境。这2只比我熟悉的还快，一来就上蹿下跳。倒哨鸭始终躲在笼子里。先到底看一下我是不是有新鸭。首先一进门，这里是一个吧台做的玄关，右边是一个酒柜加鞋柜。这个吧台大概是想做兼具一个餐厅的作用吧，但是我觉得地板这里有点挡，台面垫儿稍微不好，把它做成一个折叠的吧台，然后把酒柜做成一个咖啡厅的特别地方一个咖啡。然后进门，这个客厅大概是一个10平米左右。原来呢，这里是放一个地毯的台子，然后单独给你。原来呢是把窗帘安到这里，我就经不理解，因为不到晚上吧，要是在水东西看你家里面是没考虑自己的报了，所以把窗帘弄到阳台那边。这个阳台呢是一个特别小的阳台，宽度也就不到1米吧。然后这里做了一个收纳柜，我觉得没用的，后期考虑把它做成一个工具柜，顺便呢把这个扫地机和椅子进去。然后从这边出去呢，就是上期视频说的小院，这面积真的很小很小，这些从毛坯房搬过来东西应该可以收拾。对面这都已经空满了。往这边走呢，有一片空地，夏天可以种一些东西。这毛坯房搬过来之后，家还在这放着。这儿呢是一片铺装好的空地，家中可以放些桌子，吃吃烧烤、喝喝茶什么的。这里还是哦对了，这里有画一下，我觉得有美剧人设计。本来是做这种，所以我们其实不考虑这里做成一个动物摆过来放一个挂一个小位置。然后这门左手边呢，这里是卫生间，不到3平米的一个卫生间。这是从毛坯房搬过来预制的马桶，已经安好了。然后卫生间改造呢，主要是相当于收纳类的。接下来呢就是卧室，卧室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改，带你们给你们看一下。卧室正对面对堵墙是做了一整组的收纳柜，下面是一个洗衣机。4连1层的柜门其实是一个衣帽间，里面还没收拾，就不给大家看了。最后就是厨房了，厨房的改造呢，主要也是以收纳为主。我养猫有个习惯，不允许它们进卧室，可它们总是钻各种空子溜进来，踏过床铺直奔飘窗。怎样能让它们绕开床铺直接来到飘窗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这儿，听房东说这里之前是没有墙的，中间是用木柜子做的隔断，所以只要把柜子打通就可以实现互通。但是阳台这一面下一步要改造成工具柜，那就只能把这一小块空间单独隔出来，从侧面这里开门，这样既不会和里面的工具打架，还可以把猫门按在隐蔽处。接下来开始切割门洞。阳台这一面就先这样圈起来，大工程在飘窗这面。
先把原来的柜门拆下来，把飘窗这侧的收纳柜改造成猫窝，需要给每一层都通个口，每一层装饰出不同的功能区。在清理猫毛这条路上，我真的从未停止过研究。飘窗上的猫毛呢，用这种加长的粘毛滚筒，不用弯腰；衣服上用这种短的比较方便，但更深层的清洁就要用除螨仪了。比如沙发上、床上的螨虫和粉尘吸屑，之前一直认为除螨仪是智商税，没想到它竟然能吸出这么多垃圾。养宠家庭除菌除螨真的很有必要啊！最后用亚克板做柜门。这次采用的是上翻式轨道，另外搭配反弹磁吸扣。需要清理的时候打开就行。最下面这层商家做错尺寸了，缺这么多，今天先不装了，看一下效果。又把房东的阳台柜拆了，改成了工具柜。上期把另外一面改成了猫窝，这期接着改这一面。上面储物柜取东西很不方便，还占了那么大空间，所以先拆下来。把柜门再移到这儿，然后把原来的这两个隔板拆掉，里面就可以做工具柜。门板是用气钉固定的，所以只要把气钉切断就能拆下来了。这一层拆下来就不用了，拔掉背部留下的气钉。裁剪后尺寸刚刚好，猫通道完美嵌入。可是我发现柜门没地方安了，这一下难倒我了。那就先收拾一下这一地的灰吧。其实最开始决定改造工具柜，是想把下面这里也安上柜门，把云鲸这3隐藏到里面。但是首先尺寸不太够，得破坏性拆除下面的柜体。其次阳台没有上下水，那后期如果我想升级成上下水版的，这里就白拆了。因为使用扫地机的频率比较高，我不在家的时候通常会开启精灵托管，它自己会识别地面的脏污程度，特别脏的地方呢会反复拖洗，遇到墙根墙角就会扭扭屁股全方位清洁。下班回家我一般会选择先扫后拖，先把当天的猫毛扫干净再拖，而且它回去洗拖布的时候还会自动抬起，避免了把地面再次块区域就行了。既然使用频率这么高，我下一步还是想考虑再好好找个位置给它安个家，最好是有上下水的地方，这样就能彻底解放双手了。好了，卫生清理干净了，我依然没想出来用什么方法能不用破坏洞洞板把柜门安上去。在线向大家求助，我先把工具挂上去。对上面2层用来收纳不常用的物品，安装一对绿色柜门，给区域增添一下活力。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的效果吧。卧室的弱电箱丑到连我家猫都看不下去了，我决定把它简单改造一下。先把盖子拆掉，然后用1指板做一个盒子。嵌入到弱电箱里的剩余空间内，再用木条做一个类似相框的外框，涂成黑色，是不是有宜家那味儿了？先把它放到一边晾干。接下来今天的主角要登场了，那就是周杰伦官方2次元形象周同学积木。这套积木匹配了4个不同造型装扮的周同学人仔，钢琴作为载体，搭建出4个不同杰迷所熟悉的场景。接下来我把这4个场景剪切到了纸盒内，这时候木框也晾干了，在木框上粘几个磁铁片，然后吸附到弱电箱的边缘，再搭配几个感应灯，晚上上厕所的时候还可以当夜灯用。这下剧报可算满意了。相信很多人看到周同学总会或多或少地联想到自己过去的一些感受和经历，或许是青春时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或许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恋爱，或许是日记本里不能说的秘密。虽然无法回到过去，但或许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定格回忆。包还是要看。还有也是工作，终于不用休息了。哎呀，好累啊！真舒服。这个也是可拆洗的。你们想睡吗？你们有自己的窝了，这不是？这是我的床，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吧，多好呢。不能进。这套50平米的小房子，厨房柜子里堆满了房主的东西，我的东西只能堆放在台面上。门口那个吧台正好可以改造成折叠餐桌，然后把它放到这里。先把台面锯成和腿一样高，这样折叠起来才可以完全重合。果然先锯后拆更容易一些。给这里装2个荷叶，原来的吧台腿描变壁柜，桌面底部安装一副折叠腿。一个壁挂式折叠餐桌就做好啦，先让它在地上躺会儿，一会儿再让它上墙。解决了吃饭的地方，还得解决放锅碗瓢盆的地方。可是这堵承重墙不好打孔，思路打开，壁挂支架换个角度安装，描变吊挂支架。之前拆下来没用的柜门可以切割成置物板。本来打算用同样的方法把蒸烤机也悬挂起，果断约了师傅，还是挂墙上吧。还好这一台机器可以同时代替蒸锅、炸锅、烤箱、微波炉4台机器，不然这小小的厨房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也终于明白房主当初为啥要把微波炉挂到天上了。现在空间利用问题总算被我解决掉了。最后把折叠餐桌固定到墙上，这一面是砖墙，我用手电钻就能打孔，就不麻烦师傅了。房东说家里的酒柜有史以来都没发挥过作用，希望我能把它改造的既实用又好看。改造的第一步当然是拆，中间的紧宫格很有意思，拆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是个插件，可以整体取出来。拆解过程很解压，但我只选了一块做分层，安一个轨道插座就可以放咖啡机那些了。妈妈，我先上来帮你试试承重如何？可以的，承重没问题。之前用周同学积木 DIY 了热电箱，这次用2.0把朋友送的鱼缸 DIY 一下，放到右边的置物格，正好给我家猫猫当电视机。2.0的周同学积木是一台怀旧磁带机，拉出磁带，回忆开启，聚光灯下是粉丝熟悉的4个场景。我把这4个场景取出来搭进了鱼缸里，用透明积木做悬浮，再用粉色海洋打底。
坯房搬出来也有半年时间了，当时走得匆忙，现在只能从照片中怀念了。为了让怀念变为永恒，我决定把毛坯房的照片做成发光画，挂在电表箱的位置。然后去打印店把印一部分打印出来。线稿和窗景用的透明菲林纸，花50元买了一个 LED 吊灯，尺寸正好能遮住电表箱。把灯板拆开，依次放入透明线稿、灯箱片、黑色阴影、窗景纸。把灯板合上试了一下，发现眩光比较严重，只好拆开重弄。干脆把线稿印成灯箱片，并且把灯箱片、阴影、窗景粘合在一起。接下来就是把画挂到墙上，用这种推拉轨道粘到电表箱外框。在使用电表箱的时候抽取下来就行，一起看下效果吧。大便的意大利，我买了10米的黑色柯基皮，这种面料不是特别粘毛，还防猫抓出来，然后再缝到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沙发套。量好各部分的尺寸，开始裁剪和缝纫。这30块钱的缝纫机跟着我干了好几个大夜，虽然故障百出，费了些劲，但好在完工了，也算帮了大忙。尺寸稍微有点小了，不过也好，不容易有褶皱。给下摆贴上这种魔术贴，就可以直接粘到沙发内衬上。前面的挡板也是用魔术贴粘上去的，很牢固。布料还剩很多，所以我把3个垫子包成了一个整体，这样更好打理。又做了几个带拉链的靠枕后，瞬间觉得自己又解锁了一项新的技能。之前我可是从来没碰过缝纫机。完工啦！这次沙发上如果再落上猫毛，只要用布子擦一下，或者用吸尘器吸一下就可以了。我再也不用坐地上了，而且摸起来真的很有皮的质感。至于防不防猫抓，待我使用一段时间再给你们反馈。做出来摆放在这里，和原版一样的形状。我果断答应了，我这双手肯定比不过机器切的圆润。出来，来，帮我刷个漆。过来，完了，总共刷了2遍，把它们立起来晾干。打开身后除菌。行，一个都没白养。漆晾干以后，装上这种复古荷叶。效果还不错，只不过挪动起来有点费力。于是我又安装了几个懒人必备的万向轮，这样折叠或展开就省力了，也可以随时挪动位置。最后看下二丫的成果吧。哎，您干啥呢？那个字帖要不要了？这个啊？哦，不要了，吓我一跳，我以为坏人。给您，我要不留您的电话吧，然后以后有的话就给您打电话。哎，房东的催促下，我终于开始改造院子了。确实，再不弄院子的话，就要开始落叶了。北方的秋天总是来得分外快。今天先弄围墙，我们打算把它刷成白色。刷白漆之前，先清理了墙上的土，刷了底漆，两面白漆，之后又刷了一层照面漆。可以说把掉漆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原以为本期改造会很 easy， 没想到。这2块砖重新铺一下就好了，没想到最后整整拆了2行。机智的我们垫了一些土，又把砖放回了原位。为了遮丑，我们临时决定给这里做一个地台，用的是之前毛坯房的床架子。当时买这些架子花了400多，现在把它改造成地台，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刷了防腐油后，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原来是中间的缝隙太宽。之后买几根防腐布再补吧，还剩了一个架子，留着以后再做其他的。第2天漆都晾干了，房东也累趴了，我只能自己收尾了。在众多的围墙装饰材料中，我选择了竹子，它既经济实惠又寓意甚好。当秋天的第一片落叶飘下，我希望新建的竹子常绿于秋冬春夏。好了，这期视频先到这里，下期我们接着改小院。
是房东赞助的。先清理一下要做卡座的地方，顺便把红砖打湿。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在自家院子里玩水玩泥巴，没想到长大了也一样。用砖隔出卡座的储物空间，砌了3层才发现忘记错缝了，那就从第4层开始错吧。可是用水泥抹面的时候，我又想，既然要抹住，那我为啥还要错缝？接下来用提前刷好漆的防腐木条做座面，先用钉枪钉了4根龙骨，为了更结实，又钻了几根自贡螺丝，侧沿用这种直角角码固定，然后整体翻过来就可以了。这里还有个窄缝需要填补一下，发现这里的砖高出来了，结果一时大意把砌好的墙敲裂，只能又重新补了水泥，这次高度一致了，可以放得下木条了。最后刷上白漆，我的这些舍不得扔的破烂终于有地方放了，一起看下效果。期待下一期的院子改造吧。帮房东改造院子第3期，因为院子特别小，再加上这里没有做硬化，所以先让房东他爸用墙体做支撑，搭了一个支架，这样我在上面搭茅草屋就轻而易举了。到建材市场买了防腐木材，老板娘帮我切了我要的尺寸，还帮我把榫都开好了。路过的人还以为我是老板雇的小工呢。把木材拉回家就可以组装茅草屋了。先铺地板，靠墙的地方把角切掉。铺地板的过程就是不停地拧螺丝。铺完地板拉立柱。测量有点长，又切掉了多余的部分。柱子用这种套角固定。搭好了主体，这期接着修整。为了让防腐木更防腐，我用喷火枪对木屋表面进行了碳化处理。操作的时候要注意火候，别像我这样差点把房子点着。为了掩盖我这3脚猫的喷火功夫，我又悄悄刷了一层漆。在铺茅草之前，屋顶先铺一层防雨布。铺的时候如果被风吹跑了，那就捡回来重铺。赶紧把4个角绑起来，防止它再跑。可是它看起来多少有点不情愿，又在4周钉了几根木头，总算服帖了。茅草我是用铁丝穿起来，然后绑到侧面，这样就不用爬上屋顶了，主要是不敢爬上去。别不舍得花钱，否则就会像我这么秃。最后简单装饰一下，屋子周围铺一些石子儿，安上竹帘，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吧。
后他偷偷爬上床，得赶紧做个猫栅来。按照网上其他博主的教程，30多块钱买了一些 PVC 管件、3通和弯头，先把长管平均剪成4厘米的小节，每2小节中间接一个3通，最后一节接弯头，一定要敲到底，这样上下连接的时候才能保持对齐。门做好了，再做一个门框。哎呦，这可怎么办？竟然把门框做成了和门一样的高度，包不住门了。突发奇想，把3通改成了直通，又补了1小节，这次门框和门就成型了。然后把门轴的位置标记出来，打好孔，就可以安门了。先把门框固定上墙，上下各插一个带螺帽的螺柱作为门轴，不错，很顺滑。最后再安一个门插，可算完成了睡个安稳觉的第一步。第2步就是把之前图便宜花100块钱从闲鱼买的弹簧床垫换掉，每天醒来就像被床垫打了一样，浑身疼，谁受得了？还是对自己好点吧。狠心花1个月工资入手了菠萝斑马的床垫，本来想学网上那样炫一下它瞬间回弹的效果，结果我刚架好相机，它已经回弹完，再坐上去试一下，超级舒适，但又不会很软。果然是钱花哪儿好。今天上班路上看见了一堆松果，卡卡装了一口袋，打算做个血井。